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今天来聊聊为何要投资理财。很多人说，我上班工作存钱就好啦，理财还不就是为了把钱存下来，然后买房买车、娶老婆、生小孩、养孩子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伙伴们工作了一辈子，买了一间房，房贷30年甚至40年的房贷，结婚、养儿育女，一辈子都在还钱。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又或是辛苦存钱，发现怎么工作了一辈子，老年的退休生活其实并不如自己的想象这么好，东边省一点，西边省一点，勉勉强强的过日子，这样子真的是伙伴们想要的人生吗？这次影片就是要帮伙伴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理财的重要观念，理财跟不懂理财的差别到底有多大？才可以让自己的未来过好一点。影片最后一样有凯哥的一些使用建议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哦。那首先一样先来聊聊，到底为什么要学投资理财？其实不外乎就是为了早日实现梦想，为未来做打算。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可以实现财富自由，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，想要去哪玩就可以去哪玩，不用再为了钱的事情来烦恼。也不用再想说没有钱要怎么办，每个月都被钱追着跑。还有个重点，就是我们都不希望活得越老，结果却发现自己越穷。那么投资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？那当然是获利啊。什么样才叫做获利呢？把钱存到银行，它会给你利息，这能称之为获利吗？这当然也算是获利。银行的利息它是属于无风险的利润，这当然也是一种，可是要超出利息的投资，这个部分就开始会有风险。那关于风险的影片，我们之后会再讲解。只要是超出利息给你的部分，就会开始有风险的产生。所以关于投资很重要的几点，我们要先说。第一，叫做量力而为，不要做超出自己承担范围的投资，不然一旦风险出现，或是投资出现亏损，很有可能因为承担不了而被迫停损，导致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第二，叫做认识自己，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种投资人，自己可以承受了多少的风险，这很大会影响自己的操作。第三，叫做风险控管，随时注意自己的资金现在的状态，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情况发生，要及时做出判断跟处置。巴菲特曾经说过，投资的第一条法则叫做不要赔钱，第二条法则就是千万不要忘记第一条，获利，获利，获利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边凯哥做个补充，先不输才可以赢钱，听起来是废话，可是其实有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。这边指的是说，确定自己的投资标的跟目标，比如说这笔资金我一开始就是设定为长期投资，那么就不应该在短期的时间看到波动，又或者是说股价的上下，来让自己有患得患失而做出错误的决策。相反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这笔投资本来就属于短中期，那就更该把握停损停利的时间点，该断则断。既然是短期投资，就不要想着跟股票长长久久谈恋爱。那再来说说我们想要投资，那到底有哪些工具可以理财呢？哪些工具可以投资呢？其实有蛮多的，比较常听到的，比如说股票、债券、期货、选择权、基金、房地产、保险、定存、互助会、贵金属、艺术品、限量品、虚拟货币、隔日拆款、律师，相当的多的种类。那不晓得各位伙伴懂了其中的哪几类呢？还有一些甚至是可能凯哥还没有讲到的哦，像刚刚外汇可能也还没有讲到。订阅凯哥的频道，不要急，凯哥会一样一样的通通都交给伙伴们的。先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哪些，自己擅长的是哪些，自己经常接触到的又是哪些。比方说我们可能比较经常出国去玩，比较经常出国去出差，那么外汇我相信就会比较敏感。像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希望伙伴们可以自己稍微去掌控。上一集影片也有提到过，能够尽量在自己周边能够带来影响的投资标的，你会比较习惯，也比较容易有敏感度。那么刚刚讲了那么多投资的工具，哪一些风险比较高，
哪一些风险比较低，又或者是说哪一些比较适合自己，又或者说哪一些东西有好处，哪一些不好的缺点。那接下来这张表格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投资工具的差别，那以及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股票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我这里只有列举5样而已啦，就是分别是股票、期货、房地产、定存跟虚拟货币。那我把它分为了4样类别，这样。首先是风险的高低，然后它资金的大小跟入门的门槛，最后它是获利空间。一样一样来看，股票它的风险高低，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应该属于中间。那资金大小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股票现在入门的门槛真的非常低，所以资金大小是小。那入门门槛也就自然也就相对的降低。获利空间这个东西，我们应该要说它应该是非常大吧，毕竟能够一天10%这样子跳的，应该也没几样投资的工具办得到这样。期货一样，它的风险高低，我相信它应该就会比股票高嘛。这个我相信只要有操作都知道，因为它可能会有 overloss 这样类似这样子的情况。那资金大小它就会比股票来得多，那入门门槛相对也就高一些些。那获利空间其实一样，它跟股票一样，它的获利空间也是算非常大的。好，那再来讲讲房地产，它的风险高低，我这里是设定为高，可是我相信就会有些人有疑虑，有些人说房地产买的就是买的，我拿来住啊，那有赚到就赚啊，所以好像是不应该有什么风险。那可是我这边是比较偏向于你已经有自用住宅，你是单纯拿来做投资理财的这个部分的话，首先它的资金相对的就会比较大嘛，然后资金大相对的就会有时间的风险。假如买的没有涨嘞，又或者是说买的时候甚至下跌嘞，又或者说可能要买来投资，或者说拿来租给人家，我觉得都会有时间的风险。所以这边凯哥的认为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，那资金非常的大，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好疑虑的，所以它的入门门槛就会很高。那获利空间，买对好的房地产，它的获利空间当然也不算差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跳很高。可是基本上来说，我们还是会觉得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一天10%来得快吧，所以我把它拍成中。然后再来就是定存，它相对的就没有什么风险了嘛，因为放在里面，银行会给你固定的利息。那资金大小当然也是小，那入门的门槛就低，获利空间当然就小。然后最后是现在比较年轻人经常会接触到的虚拟货币。那它的风险其实我觉得是极高，因为毕竟它是什么都没有的东西，你看到的就是虚拟的，你看到的只有一个线形。那我觉得它的风险高低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资金大小，所以现在小钱也可以操作虚拟货币啦。可是如果说想要操作一些比特币，那我觉得它的资金部位算是比较大的这样子。那入门的门槛当然很低啊，因为只要开户就可以了嘛。那获利的空间，我们其实就把它归类于股票跟期货，它是属于比较高的获利空间这样子。那这边其实凯哥还想另外提一个叫做互助会，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当今的社会比较少见的，都是比较有一点年纪的人才知道互助会是什么东西，也就是之前应该有听说过叫做表回亚啦。如果说我们周边还有这种会可以跟，然后是稳定的，那其实凯哥非常建议可以去跟个会，那个获利的空间的利息其实相当的高。当然前提之下一定要记住，它要是稳定的，比如说是妈妈跟了10几年的那种会啊，大家都是阿姨啊、姐妹啊、自己人啊那种会，那其实凯哥建议这种会就可以跟，因为利息是挺不错的这样子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有帮到伙伴们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